花大幾十萬，首出翻新一台法拉利458，前頭和車身分離，車尾多處變形，後葉子板報廢，後保變形，外觀件報廢，全車幾乎都有損傷。不是換件，不是拼裝，更不是修到能跑就行，把它從戰損復活成超跑。你們今天看到的不是一台法拉利，是換件工和修理工的区別，一輩子的差距。看到結尾你就會明白，為什麼有些人只配當換件工。法拉利458事故車還能安全嗎？鋁合金一撞就廢，只能換殼，這不就是省錢護我？我先說一句實在話，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沒真正修過車。今天這條視頻不吹不洗不站隊，我只帶你們認識一個人，中國大爺。手做意大利超跑，先從機蓋開始，機蓋右上角變形嚴重，先來拆分機蓋，把內襯和面板拆開單獨鈑金，火烤加熱，再一點點撬開，再加熱內襯，除去內襯的膠，接着處理內襯變形處，內襯完工，同時機蓋變形處也不遠，再打磨修整處理，就可以和內襯組裝了。中國大爺他不是網紅，不拍段子，不賣課，87年入行，37年鈑金經驗，他這雙手摸過的事故車比很多人開過的車都多，滿手老繭，滿臉皺紋，那不是辛苦，那是時間留下來的技術。開始組裝機蓋和內襯，把撬開處再敲打復原，再激光焊接固定，固定定型，再整體調整一下，機蓋就完事了。這台法拉利458全車外觀幾乎全是鋁合金，你們知道鋁合金鈑金有多難嗎？硬拉會開裂，冷敲會脆，一不小心整塊報廢。將這些配件更換為原廠的話，費用則高達上百萬。大爺的這番手搓操作，直接幫我搓出一台美女一手車。纯手搓法拉利车门板，鋁合金焊成这樣的水準還可以吧？來，你們看一下。接下來手搓前端2根纵梁。现在能看出来，这里是原先焊过的啊，但是它焊接的不仔细啊，导致事故并不是太严重，但是整個梁都斷了。就是當初他選擇焊機或者焊絲的時候沒有選擇好。我們現在有3個焊機，什麼樣的厚度用什麼樣的焊機，這一點就體現得很關鍵。切掉多餘的斷層，再打磨平整，調試焊機，開始焊接。焊接完成，測量配件孔位，從原車件上採集數據，
很多人以為他是老派手藝人，只會敲鐵皮。你錯了，這次修復他用的是數字測量加傳統手搓，每一寸曲面，先量數據，再下錘子，不是憑感覺，是數據告訴你該敲哪一下，這才是中國大爺真正恐怖的地方。接着開始打孔，師傅定好為徒弟上手實踐。小師傅們也想學習大爺的手藝，跟着中國大爺，前途不可估量。再檢查一遍孔位，沒問題，再對孔位壓入螺母。護槓原車配件拆下，前提是沒有損壞的。測量前槓配件數據。此时螺母和螺絲的牢固性、匹配度很是完美。接下來手搓葉子板支架，把損壞的先拆了，再補焊連接處。把焊點打磨平整，繼續手搓葉子板支架。純手工打造，每一次測量，每一次加熱，每一處切割，都只能剛剛好，多1毫米就會造成螺絲孔位對不上，配件之間的誤差，後續的安裝都會受到影響。一環扣一環，今天還能坐在這徒手修理車身的中國大爺真的不多了。固定好支架，最後確認支架的位置，一定要嚴謹，不能有誤差。再次比對，再打磨乾淨，為焊接做準備。另一邊也是同樣子的，固定好底部支架，固定好上方支架。這是在測量支架固定在縱梁上的連接板的位置，也是從原車縱梁上採集數據。再確認打孔的位置，標記孔位，位置確認，開始鑽孔，鉚上鉚釘，側面也是鉚釘安排上，另一邊也是一樣。鉚釘完事，接着再焊接固定，另外一邊也給焊接上，再把支架和配件焊上，再焊上固定叶子板配件，再比對位置，整體框架就出來了。調整支架，開始焊接。右邊完工，再來焊接左邊的支架。活卡調整角度，再焊上固定。左邊支架也搞定，最後檢查一下數據。你們現在看到的手搓支架，如果換原廠6位數起步，中國大爺選擇了很難很傻的一條路，純手工打造。4S 店的專業，我不否認，他們貴但不菜。要說一句不好聽的，換件是流程，修車是手藝。看到這裡，請用你們的小手給中國大爺點個讚吧，你們的點讚、關注就是對這位手藝人支持和鼓勵，讓更多的人看到真正的手藝人。
前頭的數據全部複查一遍，最後焊上前端的水箱支架，法拉利458的前頭就完工了。接着来手搓這塊後葉子板。這已經到了跟上的標準，但是這一次我們決定讓大家看一看我們是如何把這一塊給整出來，通過鈑金高水準的水平及手藝。先來固定拉帶，先用液压桿高強度拉一下。懂車的人都知道，鋁合金鈑金是沒有記憶性，一旦拉伸變形幾乎不可能，普通鈑金工都不敢碰。看大爺手粗手硬，挑戰意是法拉利與車身。不換件不僅要復原，還要讓漆工少刮膩子。拉伸完切割下來，繼續鈑金。拿下來後繼續拉伸，然後用橡皮錘敲平凹陷。火烤加熱，小徒弟工具都準備好了。整體是不是平整？還需要再修正一下。再把形狀敲出來。凸起的小坑再一點點敲平，金線也敲出來。接着補焊一下這個裂縫，打磨一下焊點，接着給鋁板增加強度。這塊後葉子板的鈑金就結束了，再處理後葉子板支架。比對弧度，測量數據，支架矯正，火烤定型，敲打修型，上車核對位置，驗證鉚釘孔位。開始安裝，打磨掉漆面。為了更容易焊接，支架上車開始焊接。接縫處內部塗上結構膠。
再打上鉚釘，再安裝上叶子板內層，打上鉚釘就可以焊接上葉子板。葉子板已就緒，開始焊接。裝上葉子板，開始焊接固定。再來打上鉚釘，後面也打上鉚釘，最後打磨掉焊点。到这完成了80%，還有20%是對門縫。整體打磨葉子板，找出不平處，就這1毫米，能讓油漆工少花一層面子，也能讓一台車從修過變成看不出來修過。但這1毫米，有些人練一輩子也練不出來。接着武接着造，接着手搓另塊葉子板。尾燈處受損變形，先拆分開來，再矯正內部葉子板支架。看得出內部支架變形，用千斤頂矯正。火烤加熱更容易塑形，再敲打回正。接着拉伸葉子板，支架完事後處理外側凹陷。加熱後，再一點點撬出凹陷。小錘慢敲平整。磨掉漆面後，繼續修整。要有耐心，這是個漫長的過程。視頻呈現可能幾秒時間，現實大約要花1天的時間去復原。把凹陷面撬出去後，在局部敲擊平整。大爺手上的大鐵針和鋁板的接觸面很小，完全是大爺的微操和手感。鈑金功底有多深厚，老鐵們覺得大爺手藝如何。尾部的弧度和線也敲整了出來。在局部修整這葉子板就完活了。很流行的那種無膩子修復，不是說不需要刮膩子，它只不過是把膩子換成稀，該刮膩子的它刮稀，就是這個區別。最後來修整尾部防撞梁上的凹陷。液壓桿頂出變形處，敲打復原，凹陷面切下單獨鈑金，再用拉錘拉出，再焊接上切割面。看大爺的操作。以左邊角度為準去復原。小師傅說，這塊尾部也完工，看上最後塊配件，切下來整體安裝對放。有人說我們這種小作坊手搓出來的法拉利不安全，這種事故車只有某某大廠能修。我一直沒回，因為我知道說再多都沒用，幾百萬的車，開命的東西，
不會隨便交給小作坊。你只要記住一句話：真正的專業從來不靠吹牛，靠的是一雙手。眼尖的兄弟發現，視頻背景裡躺好幾台法拉利。今天看看小作坊躺了幾台車。1台、2台、3台、4台、5台、 6台、7台、 8台、9台、10台、 11台、12台。可以猜一下這台什麼車？關注我，帶你看中國大爺怎麼手搓意大利超跑。